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捏汉堡，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的诺美曼辛普森一家第13季第21集。莱尼和卡尔约在酒吧毫无意义的闲聊，老魔都受不了这乏味的气氛了。这时，辛巴兴冲冲地推门而进，告诉好哥们儿自己给老婆订了一个超赞纪念日礼物——锦鲤池塘。了解到这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后，他们都觉得辛巴简直是个模范丈夫，纷纷请教他传授一些婚姻生活的诀窍。见朋友们如此好学，辛巴也不藏着掖着，当即给大家讲起了经营婚姻的法门。首先就是把每天都当做结婚纪念日，比如用一份意粉沙拉带他惊喜，为生活增加些情绪之类的。这可真是金玉良言，大家都做好了笔记，准备去迎接属于自己的完美婚姻。老谋子也觉得自己行了，不料出门没多久就收到了400次拒绝。辛巴为了给老婆惊喜，距离礼物还很远，就蒙上她的眼睛，最后呈现效果当然也出奇的好。辛妈看那美丽的锦鲤池塘，十分感动的抱住了辛巴，还说他是个完美体贴大男孩，喜欢是不假。可辛巴脑子里更关心的是，辛巴为了买这个花了多少钱。山清水秀，流水潺潺，坐在此处冥想确实非常合适。不料平静氛围马上就被尖叫打破了。他们凑近池塘一看，这个声音竟然是由一条红色毛毛虫发出来的。原本只是一角的事，谁知突然钻出来一个人，告诉辛巴这是一种濒危物种——尖叫毛虫，所以他不仅不能杀它，还要保障它的安全和幸福。男人从怀中掏出一本小册子，上面记录了尖叫毛虫关爱指南。辛小妹接过了册子，她倒是很感兴趣。自从被要求照顾毛虫之后，辛巴辛妈就没有好日子过了。晚上他们都已经睡着了，又被毛虫尖叫惊醒。辛巴直接像哄孩子似的哄着他，为了能让他入睡，辛巴也不得不给他讲故事。辛巴还欺负人家听不懂人话，故事还没展开就强行结束。这自然又引的毛虫尖叫抗议，眼见忽悠失败，辛巴绝望地打开了书，不料书的封面重重地压扁了毛虫。经过一番天人交战之后，辛巴决定一不做二不休，挖个坑将毛虫给埋了。谁知他还没有将土给填完，环保局人就下来质问他毛虫在哪。正当辛巴不知如何狡辩的时候，一声虚弱的尖叫拯救了他。那条毛虫他还活着，不过辛巴最终还是以杀虫未遂上了法庭，被判处了200个小时的社区服务。接下来辛巴就开始了他的服务生涯，他负责给那些空巢老人送餐，当然时不时也会偷吃，但都无伤大雅。直到某天夜里，他来到了一座城堡，里面陈设十分富有年代感，昏暗的光线让古老的花香更显瘆人。就在他放下餐点打算离开的时候，后面突然出现一个手持斧头的老太，嘴里嘟囔着我不会就这么放你走的，这直接将辛巴吓得躲进了衣柜里。谁知这里也并非安全之地，辛巴竟然发现了一具骷髅。正当他万分惊恐之时，衣柜被打开了，辛巴赶紧向老太求饶，表示自己一定会对骷髅守口如瓶。老太看辛巴被吓得不轻，忙出言解释道这只是万世间道具斧，斧头也只是用来砍碎外卖的硬牛排。说着他又打开了餐盒，老太表示自己吃不完这么多餐食，于是邀请辛巴和他一起吃，那他当然是求之不得。之后辛巴又给老太讲了不少自己的英雄事迹，老太非常捧场，两人聊得很投机。辛巴临走之前，老太请求他帮了个小忙，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个请求，这得到老太大加赞赏。他询问辛巴下次需要肌肉猛男能否给他打电话。这一通夸奖下来，辛巴也无暇思虑其他，立刻表示自己乐意至极。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，老太都不间断地给辛巴打电话，有时候是在他上班的时候，有时在家。刚开始的时候辛巴还很高兴，时间一长他也疲于应对了。这天辛巴又接到老太电话，穿上衣服就打算过去找她。辛巴走过来告诉丈夫，那个女人就在占他的便宜，而且他为了应付她，连家里该做的事也不做。辛巴也很委屈，他没办法拒绝一个孤寡老人，于是辛巴决定亲自出马，跟这个爱麻烦别人的老太谈谈。不料他刚给老太说明了情况，老太就抱起了一件丈夫留下的破军装，诉说他们的家庭是多么完美，而自己又是多么的孤苦无依。辛巴顿时觉得心里不是滋味，表示愿意帮他补一下军装。没想到老太不仅没有感谢，还让辛巴将袜子一并补了。拿着这堆衣物，辛巴感觉自己上当了，暗自决定弄完这些就离开。很显然他没能成功，因为之后他和辛巴成了老太的专属佣人，看样子他们对自己的身份很适应。在老太聚会中一摇铃铛，他们就会过来续杯和送上零食。这天辛巴又在抱怨他俩被利用了，突然听到房间里传来了老太的尖叫。夫妻俩冲进房间的时候，老太正躺在地上，有一个戴牙套的男人偷走她珍珠项链，但他们走入房中，他才跳窗而逃。辛巴安慰老太一定会没事，不料抱起她才发现背后插着剪刀，看样子这次是真的闹出人命了。警察来得很快，警长照例对2位目击者做了笔录，他们还在房间里找到了一份遗嘱，老太要将5万美元留给辛普森夫妇。辛巴也是口无遮拦，当即表示这么看老太也算是死得其所。虽然他们说凶手不是自己，不过警长还是
炸了他们好几次。当然，这并没有成功。紧接着，电视上就报道老太死去的新闻，而头号嫌疑犯正对其不满的辛爸辛妈，孩子们都很诧异。辛妈只得将看到的凶手模样又复述了一遍，不过他们也没多当真，毕竟要是辛爸说杀就杀，别人不知道，小新就已经死了1万次了。家人们虽然相信他俩是无辜的，但别人就未必如此了。辛爸的朋友们似乎都认为这就是事实，以至于当他在酒吧里说你要是不怎么样，我就会杀人，直接就让老谋子对他唯命是从。例行到了做礼拜的时候，大家都自觉将辛普森家周围的位置空了出来。牧师在台上宣布今天要诵读的4福音书，不料此时辛爸咳嗽了一下，牧师立刻表示只读前2部。谁知辛爸还不满意，又做出了杀头的动作，直接将牧师吓得逃离了教堂。没过多久，连观光杀人犯居所的游览车都出来了。辛妈拿着刀驱赶游客的样子，似乎也给他们旅途增添了不少乐趣。关于他俩是杀人犯的消息迅速席卷了春田镇，警察来到家里搜查证据。辛妈很不满意警察翻自己的贴身衣物，警长表示亲自搜查是尽职尽责的表现。不过面对辛爸的内裤，他觉得也许搜查机器人会更专业。这时，一名警察找到了关键性证据，那位老太被偷走的项链，此时正好好的被小有心拿在手中。这下两人是百口莫辩了。警长当即以谋杀罪名逮捕了他们。辛爸还想用项链来贿赂警长，但警长这么正直的人又怎么会接受呢？主要是就算没有辛爸多此一举，最后这东西也只会是他的。直到被关进了监狱，辛爸都不敢相信他们会因谋杀被捕。虽然辛爸告诉他自己和狱警达成了协议，但其实他们的3个孩子都要被送到其他的家庭去了，也就是那家有很多孩子的乡下人。那男人觉得兄妹俩名字太城里人了，还给2人改名为铁柱和翠花。很快就到了辛爸辛妈开庭审理的时间。原告律师表示，他们的杀人动机很明显，就是为了能够得到那5万美金。对于这些指控，被告律师选择不做任何辩护，还没出结果就已经开始准备转行了。陪审团成员宣布了最后的判决，罪名成立。随后，法官宣布了他们死刑电已执行。行刑前，监狱指派了牧师安抚他们，还让辛爸好好的饱餐了一顿。辛妈是不知道为什么辛爸还有这么好的胃口，他只想到自己即将失去的东西就寝食难安。孩子们会长大，还有孙子孙女，他一想到这些就难过的想哭。辛爸看到妻子难受，独自一人找到了监狱长，告诉他这都是自己做的，辛妈是清白的。监狱长思虑再三，最终决定将辛妈无罪释放。辛妈很感激丈夫为自己做的一切，可如何拯救辛爸，她也无能为力。很快就到了执行死刑的时间，警察在辛爸头上垫了一块海绵，然后固定住了他4肢。台下坐的都是他亲近之人，就连小毛虫都有一席之地。这时州长打来的电话与刀下留人无关，只是希望辛爸能够被吓得更惨些。到最后的时刻了，辛爸终于感觉到了死亡的逼近，拉下阀门就要与妻子永别了。辛妈在外面坚定地看着他，表示将永远爱他。不要拉下阀门之后，玻璃罩竟然打开了，天空飘下了很多的彩色气球。原来这不过是一场名为栽赃陷害的真人秀，而辛爸就是本期的整蛊对象。那名牙套男此时正坐在台下，而所谓已经死去的老太其实也是模特卡门假扮的，所以整件事情不过是个玩笑。只是警长找到了卡门，谴责他们阻碍了司法程序，并且耗费了这座城市几百万美元。不过想到自己能够上电视，警长就觉得也不是那么糟糕。辛妈也来到了丈夫的身边，这次她的表现足以说明自己的眼光没有错。虽然一切皆大欢喜，但辛爸依然很生气，他愤怒指责卡门为了收视率玩弄普通人的生活。不过你说就说吧，怎么盯着人家凶看呢？本集中有些有趣的点值得一说，其中最让我感兴趣的是辛爸辛妈为什么会沦为佣人，这其实跟登门槛效应有关。所谓想要进尺必先得寸，人们通常不会答应违背自身意愿的要求，但若是有人在一开始只提出需要帮一些微不足道的小忙，那么大部分人应该都不会拒绝。再到后来，那人所提的要求越来越过分，直到最后触碰甚至超过了自身的原则，但人们却早已无法全身而退了。这是因为我们在潜意识里总是希望自己给人留下首尾一致的印象，若是一味的退让，只会让自己在对方心中的形象越加渺小。有时候必须要守住自己的门槛，该拒绝的时候一定要拒绝。但登门槛效应并不总是消极的一面，它不仅可以用于生活中，还能够帮助我们更容易达成目标。不积跬步，无以至千里；不积小流，无以成江海。先从实现一个小目标开始，也许某天会达到连我们自己都无法想象的高度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关注，咱们下次见，拜拜。